英国学者预言，中美太平洋大战决定性的武器不是导弹，而是什么呢？这个给中国提了个醒。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研究员希达尔特·考萨尔发表了一篇题为《决定性发展：中美印度洋太平洋大战依靠海军远程导弹吗》。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假定，中美在太平洋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导弹对攻，但是决定性的力量可能不是导弹本身，反而是态势感知能力和数据链。达尔特·考萨尔说，追溯远程火力的出现，它最初曾经被舰艇数量相对较少的、比较弱的海军当作一种防御战术。以导弹瞄准的舰艇相比，随着反舰导弹、舰载防空导弹等一系列先进武器系统的出现，人们发现，使用导弹对敌方的水面舰艇发动攻击，它的破坏性要大得多，效率也高得多。然而，要想在海上远程火力交锋中占据优势和上风，关键不是导弹的数量和质量，而是如何获得对手目标的位置，以及相关的通讯系统数据链的稳定性。未来太平洋大战的早期阶段，可能就是远程导弹的互射，从而消灭对手预先部署的舰船或正在推进的部队，削弱对方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广阔的海洋和东南亚的群岛形成了一个供单舰、舰艇集群以及大型特遣部队行动的复杂棋局，摧毁敌方的舰队，并使之在该战区无法使用海上交通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美在未来都拥有从一个距离战区较远的平台上发射高速导弹的能力，也就是高参数导弹武器系统或者是中程弹道导弹。不过，中美未来进行的太平洋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武器，并非导弹本身，其关键在杀伤链、数据链，即对目标数据进行快速探测、跟踪和处理。也就是说，开战之初，中美双方争夺的重点可能并不一定是导弹的质量和数量，而是电磁频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战双方往往会通过伪装和电战的方式来规避敌方的侦察和瞄准系统，特别是在交战初期，雷达或指挥所需要在转瞬即逝的窗口期一语打一，否则就没有机会连续摧毁这样重要的目标了。英国专家发表这篇文章，也算是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平常都关注导弹射程有多远，威力有多大，制造方式是什么，其实这只是决定能否赢得战争的一个方面，而最关键的还是如何持续的跟踪和锁定目标，也就是连续的掌握战场态势。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估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发展和提升在我们家门口的侦察优势，也就是要改善我们的整体态势感知能力。为此呢，我们需要发展更先进的侦察机，除了无侦7、无侦8以外，可能还需要研发具有隐身能力的长航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第二呢，要加强天基侦察网络的建设，特别要重视对战时快速卫星的捕摄能力。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很关键的一个装备就是侦察卫星。我们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军的太空侦察卫星的数量上有差距，但是中国的周边上空建立卫星群，特别是侦察卫星群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另外，我们还要准备战时面对太空战的情况，拥有快速卫星捕摄能力，以及
摧毁对手卫星的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第三呢，要加强关键目标的伪装水平和电子战水平，破坏对手的目标侦察能力。态势感知是双向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发展各种各样先进的搜索跟踪传感器，同时呢，也要增强自身目标的干扰能力和伪装能力，包括 GPS 干扰设备、雷达信号干扰机、数据链干扰器和红外干扰装置等等。干扰能力在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要增加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决策更为迅速。未来战争的信息处理工作量可能会非常庞大，这就要求有较高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信息，提升决策的速度，能够更快地抓住打击窗口期。中国不但要发展打击速度更快、射程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精度更高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更要发展各种先进的侦察器材、数据链和人工智能，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再结合中国在战略上所拥有的优势，那么美国在台海地区以及中国的南海地区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